只因我拒绝给公婆手洗衣服，婆婆就大肆宣扬我不孝。知道这些事情的老公，却只告诉我忍忍，毕竟他爸妈供他不容易。因为我不给公婆手洗衣服，婆婆在家族群里大骂我不孝，一堆没见过的亲戚跳出来，帮着婆婆教育我。正开着会，我手机嗡嗡的响个不停，领导看了我一眼，示意我出去处理一下。在公司我一直是金牌销售，公司的大半业绩都是我拿下来的，所以号称灭绝师太的经理也对我分外包容。我掏出手机，看着蹦出来的相亲相爱一家人，恍惚了一下，才想起来这是跟张伟毅谈恋爱的时候，兴致勃勃地拉我进的家人群。这群平时没人说话，只有逢年过节才有亲戚在群里互相发祝福。看着上面不仅100多条未读消息，还有疯狂艾特我的群聊，我好奇地点了进去。三婶，人家大城市的人，心高气傲，看看我儿媳妇，在家从来都是我们说什么她就做什么，从来不敢反驳。二婶，可不是吗？这儿媳妇该教育就得教育，我们艾特这么半天，她都没理我们，真是看不起我们哦。人间富贵，女的嫁人本来就应该服侍好男人，伺候好公婆，我看她这就是惯的。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全部记录，看着上面婆婆在群里发的话，不仅抱怨我不做饭带孩子，而且连他们的衣服都不帮忙洗。叔可忍，婶也忍不了了。本来这事就是婆婆无理取闹，家里衣服都是保洁阿姨洗的，她非说不干净，要手洗，然后自己不洗，拿来让我洗。更可恶的是，那天趁着我洗内衣的时候，她手里拿着衣服，直接扔我盆里，告诉我直接洗了。我瞬间变了脸色，冷着脸说：妈，张伟毅的袜子都是自己洗的，你要不想用洗衣机，非要手洗，那就直接交给张伟毅吧。身为你们的儿子，我觉得他应该很乐意给你们洗衣服。说完，我也没管反应，直接连盆扔垃圾桶里，转身就走了。当初他说我上班忙，跟我公公来帮我们带孩子，结果不是这疼就是那难受，最后孩子没怎么带，人倒是住下了。我虽然不高兴，但是看张伟毅左右为难的样子，也就忍了下来。反正家里有保姆，还有专门带孩子的育婴师，家里倒是也能安安静静的，前提是他们能出点幺蛾子。强忍着怒气，我快速在屏幕上打出：既然婶婶们跟我婆婆一样这么会孝顺人，那明天把爷爷接回来吧，一家1个月。说完，我也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直接退出了群聊。这一个个要真像嘴上说的这么孝顺，张伟毅的爷爷也不至于被送到养老院，就连钱还是我看不下去出的。那当初张伟毅奶奶去世，就剩老爷子瘫痪在床，没有一个要接回家的。老爷子躺在床上，看着一个个儿女媳妇破口大骂，谁也不想要他时，闹得鸡飞狗跳。我看着老爷子颤抖着布满皱纹的手，指着地上的儿女，眼眶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完整，实在是于心不忍，我才站出来提出把老爷子送去养老院。本来我是想把老爷子接回家，但是张伟毅第一时间拒绝了，他说我怀着孕，也照顾不好爷爷，这才改送去养老院。张伟毅爸妈本来不愿意让我假出钱，但是我一再坚持，这才不情不愿的点了头。晚上回到家，我看着杯盘狼藉的桌子，就知道这是婆婆作妖，故意不想给我留饭，让保姆给我做一碗面端上楼。我打算去看看儿子，刚到房间门口，就听见婆婆的声音：奶的乖宝啊，快点长大吧，你妈妈就是个坏蛋是不是？咱们才不要她呢。我冷笑一声，直接踢开了门。
怪不得最近孩子一看见我就哭，刚会爬的孩子看见我就往别人身后躲。妈，我看你是在这待得太舒服了，忘了你吃谁喝谁的了。我2步跨到婆婆跟前，孩子看见我哇哇大哭，嘴里断断续续的，坏，妈，坏。婆婆脸色苍白尴尬，娇娇，你听错了，我教宝宝叫妈妈呢。张伟义和育婴师一起进来，他看着宝宝哇哇大哭，一时也没反应过来，看看我，又看看他妈，一头雾水。吴姐，把宝宝先抱出去，我们说点事。育婴师手脚麻利的抱过孩子，出去时还贴心的关上了门。张伟义，你说你爸妈养你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他们过来住，我也没说什么。你妈3到4次找事，不光今天在群里诋毁我，还在这叫宝宝，妈妈是坏蛋是吧？对着张伟义，我终于把憋了1天的火发了出来。张伟义埋怨的瞥了他妈一眼，过来温柔的拉着我的手，娇娇，这事我来解决，你先回房好吗？张伟义，我今天就把话聊这，你要么把你爸妈送回去，要么我走。回到房间，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是1天都不想在这了。他妈作妖不说，他爸也是个不知分寸的。好几次张伟义不在家，大晚上进我房间，连门都不敲。我说了几次，他爸就当没听见一样，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只能在张伟义不回来的时候锁门。收拾到一半，张伟义领着他妈过来了。看见我收拾东西，张伟义先是不满的皱了一下眉，随后才满脸温柔的过来。娇娇别闹，我妈她知道错了，这不是来跟你道歉了吗？张伟义搂着我的肩膀，拉我到床上，抬头给他妈使了个眼色。老太太唯唯诺诺的走过来，也不敢看我的眼睛，只低着头。娇娇啊，妈人老了，脑子不清楚，妈跟你道歉，我那样就是逗宝宝玩呢，真没别的意思。你这么商量，别跟妈一般见识了，妈就是个农村老太太，没什么文化，都是看着农村那些老太太也这样，并不是故意这么对你的。我冷着脸不说话，老太太可不是省油的灯，也不知道张伟义跟他妈说了什么，他妈才肯道歉。当初我跟张伟义谈恋爱，我爸妈就不看好他，说他是凤凰男，肯定有一群等着接济的亲戚什么的。但是我恋爱脑，张伟义又对我一直很好，所以我就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我爸妈也扭不过我，这才同意了我们结婚。毕业以后，他在我爸的安排下，进入了一家有名的国企，又有我爸的帮忙，一路升职。所以婆婆一直觉得我配不上她的大学生儿子。老婆，你就原谅我妈这一次吧，好不好？张伟一拉着我不肯放手，低声下气的哀求。老太太也恳求的看着我，感觉如果我不答应，下一秒她就能跪下。我叹了口气，知道张伟义对他爸妈的感情，当初他爸妈砸锅卖铁的供他读书，所以他一直很感激他的父母。这些都是谈恋爱的时候张伟义跟我说的，当时我还安慰他，我会跟他一起孝敬父母的。现在想想真的讽刺，我拿他爸妈当亲生父母，结果却从来没入过他父母的眼。只是张伟义婚前婚后对我一如既往的好，我实在不忍让他为难。可以是可以，但是先把宝宝送我爸妈那边吧，现在宝宝怕我，在那边待一阵，等他忘了这些事再接回来。我可不敢把宝宝再放在家里，现在宝宝看见我就哭，我不想10月怀胎辛苦生下来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妈妈是坏人的思想。娇娇，你还是不原谅妈是不是？老太太说着，腿就弯了下去。我吓了一跳，连忙去扶，回头看见张伟义来不及收回的怒气，扶起老太太，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张伟毅真的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吗？张伟毅察觉自己表情失控，连忙换上一副温和的神色。娇娇，你看妈都这么说了，你就别……我不是跟妈生气，你看孩子现在看见我就哭，我看着也难受，把宝宝送过去一段时间，等着他忘了，就把他接回来，还让咱妈带。张伟毅看看我，看看他妈，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送走孩子以后，家里终于平静了一段时间，至少张伟毅的爸妈不怎么作妖了，平时也就是出去小区溜达溜达。张伟毅一如既往的早出晚归，我也没说什么，正好趁着这段冷静，我开始思考我和张伟毅的这段婚姻。其实张伟毅本身没有什么毛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但是他身后跟着一大串亲戚，却是实实在在的。平时他家里亲戚来借钱，我基本不参与，全听张伟毅的。我爸在我18岁的时候就给我5%的公司股份，每年的分红我都花不完，所以张伟毅当初把工资交给我的时候，我拒绝了，甚至把我每个月的工资存到一张卡里，交给了张伟毅。张伟毅拉不下来脸要这个钱，我就体贴的把卡放到了我们的床头柜，告诉他有需要的时候自己取。前2天我趁着这个机会查了一下银行卡，果然里面的钱已经所剩无几，钱大部分都转给了他那些所谓的亲戚。如果是以前，我也不会介意，但是这段日子发生的事，让我看清了他这一家子的丑恶嘴脸。那群里口口声声教育我的人，哪一个没从我这里得到好处？张伟毅他爸爱喝酒，几乎每天每顿饭都得喝2两，尤其晚上更是喝得醉醺醺的，在饭桌上大声的高谈阔论。婆婆在一边低眉顺眼，公公酒品不好，喝起酒来，婆婆也不太敢惹他。我这今天正好赶上他喝多了，一进屋就是满屋子的酒味，我低头换鞋，掩饰眼里的厌恶。儿媳妇过来，你什么时候去把我小乖孙接回来啊？毕竟是我们周家人，送你们家算怎么回事？公公满脸通红，指着我，眼神凶狠的叫道：过一段时间就接回来，爸你要想孩子，可以去我爸妈那边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冷淡的开口：哼，我家的人我说了算。爸，我说了，有事明天再说，今天这么晚了，你来我房间，传出去不好听吧？我直接打断他的话，他暴躁的样子，屋子里的酒味都让我觉得恶心。每次张伟毅他爸喝完酒都是这样，但凡谁不顺他的意思，那就是一场新的战争。不知道张伟毅跟他妈说了什么，婆婆最近一直很让着我，虽然没有嘘寒问暖，但是也不会来找我麻烦，即便有事也是好言好语的商量。老头子，儿媳妇也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婆婆一边伸手去拽公公的手，一边冲我挤出一个讨好的笑。我拿着包转身回了楼上，即便到了楼上，还能听见公公的大嗓门：哼，她嫁进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一个女人家成天出去抛头露面，连家都不顾，算什么女人？你快别说了，再让她听见，把我们赶出去。婆婆的声音低低的，应该是怕我听见，极力劝阻。她凭什么赶我们？这是我儿子家，这个小贱人要是敢，就让我儿子休了他。儿子一直被他欺负着，他能管了吗？你就消停点吧，老子生他养他，他敢？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房间的了，只觉得可笑至极。他爸平时不声不响的，原来却存了这样的心思。其实他爸的习惯不好，尤其喝酒以后，我也不止一次跟张伟毅提过，只不过都被他敷衍过去了。所以虽然张伟毅没有犯底线的错误，
但是一次次的对他爸妈的维护，对他亲戚的包容，让我看清了这个男人。一夜未眠，想着这段时间的事情，我决定找张伟义谈谈。他现在应酬的太晚，都会在外面住，看着身旁冰凉的床单，一如我的心，冰凉彻骨。给张伟义打去电话，电话响了几声，便被挂断了。心越来越沉，我手紧紧攥着挂断的手机，坚硬的边角硌着掌心，才让我不至于歇斯底里。我换好衣服，直接来到了张伟义的公司，但是到了门口，我却犹豫了。我私心里还是希望他能把他爸妈送走，我们两个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还这么小就失去了父亲。公司门口来来往往的人，大家有的步履匆匆，有的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却一直没看见我想要找的身影。我抬手按了按突突直跳的额头，终于看看张伟义快步从公司走出来。我刚想下车过去，就看见一个打扮精致、穿着可爱娃娃衫的女孩扑进了他的怀里。我死死咬住嘴唇，周遭的一切都失去了温度，双手颤抖着想要拿手机，却是抖得不成样子，手机掉在腿上，根本拿不起来。我们自谈恋爱开始，张伟义虽然更温柔，却从来没有跟我这般亲密过。我以为那是他本来的性格，却原来这一切都给了另外的人。他看着女孩充满爱意的眼神，拥抱着她，轻轻落在她脸颊上，嘴唇上的吻都代表着我失败的婚姻，失败的爱情。张伟义大概是急着跟女孩离开，所以并没有看见车里的我。我不记得过了多久才离开这个让我心碎一地的地方。晚上回到了爸妈家，看见我来，爸妈满脸高兴，把宝宝塞进了我怀里。这段时间有了我爸妈的教育，宝宝不再抗拒我，对我充满了如沐之情。这份感情让我破碎的心有了一丝安慰。为了我爸妈，为了宝宝，我也不能被这件事打倒。同样的，我也坚定了自己的内心。逗了宝宝玩了一会，我让育婴师把宝宝带了下去，接下来就是怎么跟我父母坦白了。一时之间，我竟然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还是我妈看出难看的脸色，忍不住关心问道：娇娇，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没休息好吗？是不是张伟义他家那边的亲戚又来找茬了？爸爸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他看不好张伟义，一直不同意，后来见我喜欢，实在是没办法，这才答应的。现在我吃了自己的苦果，却要他们为了我操心。我将张伟义出轨，他爸妈做的那些事，一件件都说了出来。以前为了让我爸妈对张伟义满意，即使在那边受了再多委屈，我回家也都是说张伟义和他爸妈对我有多好。哪怕这次他妈做出那样的事，我依然没有告诉我爸妈，现在却是不得不说了。我爸气得把杯子狠狠摔在桌子，更是不复往日的沉稳。真是岂有此理！娇娇，爸爸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他张伟义靠着我给他找关系，才有了今天。我能捧他上去，就能让他跌下来。爸爸的怒火在客厅中熊熊燃烧，他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双手紧紧握拳，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去找张伟义算账。妈妈则心疼地将我紧紧搂住，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带着哭腔，满是自责与心疼。娇娇啊，你怎么这么傻？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就不早跟我们说呢？我靠在妈妈怀里，像个受伤的孩子，泪水再也忍不住，肆意流淌，浸湿了妈妈的肩头。那些压抑已久的委屈、愤怒与痛苦，在这一刻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在父母的安慰与支持下，
我逐渐冷静下来，心中涌起一股决绝的勇气。我深知不能再这样委曲求全，必须为自己和孩子讨回公道。第二天，阳光有些刺眼，似乎预示着接下来的波折。我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律师事务所。律所里灯光明亮，墙壁上挂满了各类法律条文和成功案例的展示。专业的律师身着笔挺的西装，坐在整洁的办公桌后，耐心倾听了我的遭遇。他时而皱眉，时而摇头，听到气愤处，重重地拍了下桌子，义愤填膺地表示，这种行为实在太过分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您争取最大权益。在律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有条不紊地收集证据。白天，我悄悄跟踪张伟义，在街角、咖啡馆外，用隐藏摄像头记录下他和出轨对象亲密的瞬间。夜晚，我翻找家中的角落，寻找婆婆对我恶语相向时留下的文字记录，以及公公酒后失态的相关证明。每收集到一份证据，我都感觉离自由又近了一步。与此同时，爸爸也迅速行动起来。他坐在书房里，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动用他在商界的广泛人脉，对张伟义所在的国企施压。那些平日里与爸爸有生意往来的合作伙伴，纷纷表态会在合适的时机向张伟义所在公司的高层传达对他行为的不满。很快，公司内部对张伟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本一些重要的项目，领导不再交给他负责，晋升机会也纷纷与他擦肩而过。张伟义察觉到公司里异样的氛围，同事们对他的态度变得冷淡，领导也总是对他欲言又止。他开始四处打听原因，在茶水间、会议室，试图从同事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但始终一无所获。内心的焦虑与不安如野草般疯长。婆婆那边似乎也感觉到了家里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她不再像从前那样颐指气使，而是一改往日的嚣张，变得小心翼翼。清晨，我出门上班时，会看到她在厨房假装忙碌，试图为我准备早餐。傍晚，我下班回家，她会主动过来接过我的包，还假惺惺地关心我工作累不累。但我早已看穿她的虚伪，每次面对她，都只是冷漠回应，眼神中满是疏离。我心中暗自盘算着如何彻底摆脱这一家人的纠缠，每一个与他们相处的瞬间，都像是在与敌人周旋。而张伟义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开始频繁联系我，电话、短信不断。电话铃声在寂静的房间里突兀地响起，屏幕上闪烁着他的名字。我看着那串熟悉的数字，心中毫无波澜。他的言辞中满是愧疚与挽回之意。娇娇，我知道错了，那只是一时糊涂，我爱的还是你和孩子，你给我一次机会吧。声音带着哭腔，带着哀求。我冷笑着回应，张伟义，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你和你家人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不会忘记。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利刃，直直刺向他。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小区的道路上，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昏黄的色彩。我刚下班回到父母家，钥匙还在手中转动，就听到门铃急促响起。那铃声像一阵急促的鼓点，敲在我的心头。打开门，张伟义一脸憔悴地站在门口，他的头发凌乱，眼神中满是急切与不安，眼眶深陷，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娇娇，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跟我回家吧，我们好好谈谈。他说着就要往屋里闯，脚步踉跄，像个迷失方向的人。我伸手拦住他，手臂坚定地横在门前，
坚决地说：“张伟义，我们没什么好谈的，离婚是必然的结果。”这时，爸爸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张伟义，脸色瞬间阴沉下来，那眼神仿佛能吃人。你还有脸来？我把女儿交给你，你就是这么对待她的？张伟义低下头，不敢直视爸爸的眼睛，嗫嚅着：“叔叔，我真的后悔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嗡嗡。爸爸冷哼一声，那声音里满是不屑与愤怒。后悔？现在后悔已经晚了，你等着接法院传票吧。说完，爸爸就要关门。张伟义见状，突然情绪失控，大声喊道：“娇娇，你不能这么绝情，我不能没有你，没有这个家。”他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带着绝望与不甘。我看着他，心中没有一丝波澜，冷冷地说：“你早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和你家人自找的。”说完，我用力关上门，那扇门隔绝了他的呼喊，也隔绝了我与过去的一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律师紧密合作，精心准备离婚诉讼的各项事宜。每一个夜晚，我都在台灯下与律师仔细研究证据，讨论诉讼策略。律师在纸上写写画画，为我分析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则认真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想法。而张伟义那边似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四处寻找关系，试图挽回局面。他奔波于各个熟人的办公室，低声下气的求情，希望能找到人帮他在我和我父母面前说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那些曾经与他称兄道弟的人，在得知他的所作所为后，纷纷选择了回避。终于，离婚诉讼开庭的日子来临了。法庭上，气氛庄严肃穆，木质的桌椅散发着冷峻的气息。张伟义看到我提交的一系列铁证，脸色苍白如纸，嘴唇颤抖，想说些什么，却又发不出声音。他的父母坐在一旁，也是一脸的惊慌失措。婆婆的眼神闪躲，不敢直视前方，公公则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法官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和证据后，最终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孩子的抚养权归我，张伟义需支付抚养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合理分割。由于张伟义的过错，我获得了大部分财产。走出法庭的那一刻，阳光洒在身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微风轻轻拂过，带走了所有的阴霾，带来久违的温暖与希望。离婚后，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孩子身上。在工作中，我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坚韧的毅力，不断开拓新的客户资源，优化销售方案。无数个日夜，我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分析市场数据，撰写销售报告。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事业蒸蒸日上，很快就晋升为公司的销售总监。孩子在父母的悉心照料和我的陪伴下，健康快乐的成长。周末的午后，我们会一起在公园里放风筝，孩子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他的笑容成为我生活中最美的风景，治愈着我曾经受伤的心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走出了那段痛苦的婚姻阴影，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我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在商务晚宴、行业研讨会上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每当回忆起那段经历，我都感慨万千，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知道，那些曾经的苦难都成为了我如今坚强的基石，支撑着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离婚后的日子，恰似推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门外的新世界带着几分陌生的气息，却满溢着蓬勃的希望。我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一路乘风破浪，顺利晋升为销售总监。这一职位的跃升，既承载着荣耀，更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公司的业务版图亟待扩张，为了开拓市场，我踏上了四处奔波的征程，穿梭于各个城市之间。在飞机的狭小座位上，在高铁疾驰的车厢里，漫长的旅途成为了我工作的常态。行李箱如影随形，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奔波的日夜，成了我最为亲密的伙伴。在一场至关重要的商业谈判中，我肩负着公司的使命，与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展开合作事宜的商讨。对方团队专业素养极高，谈判桌上他们提出的要求极为严苛，每一项条款都仿佛带着尖锐的棱角，让人倍感压力。会议室里的灯光炽热的近乎灼人，光线无情地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映照着大家专注且紧张的神情。气氛剑拔弩张，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看不见的硝烟。我凭借着平日里对市场的精准洞察，以及对公司产品烂熟于心的了解，毫不退缩地据理力争。面对对方抛出的每一个棘手问题，我都沉着应对，一个条款接着一个条款地与他们周旋。时间在激烈的交锋中悄然流逝，经过数小时的艰苦鏖战，双方终于达成了合作意向。那一刻，会议室里掌声雷动，紧张的氛围瞬间被打破。我长舒一口气，心中的成就感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能力的有力证明，更让我在事业的道路上坚定了继续拼搏奋进的决心。孩子在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茁壮成长，眉眼间愈发显得灵动活泼。他正处于对世界充满好奇、渴望探索的黄金年纪，那小小的脑袋里仿佛藏着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宇宙。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他睁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满是憧憬地对我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厉害，保护好多好多人。”我听后，脸上不自觉地绽开了笑容，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在那一瞬间，我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深知自己如今所付出的一切艰辛努力，都是为了能给他创造一个光明且美好的未来。然而，生活犹如一片变幻莫测的海洋，总是在不经意间泛起层层涟漪。一天，我正在公司忙碌的不可开交，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响起。我匆忙接起，电话那头传来幼儿园老师的声音，告知我孩子在学校和其他小朋友发生了冲突。听闻此消息，我心急如焚，手中的工作瞬间变得不再重要。我立刻放下手头的事物，火急火燎地赶往幼儿园。到达幼儿园后，我看到孩子独自站在角落，低着头，眼眶红红的，那副委屈的模样让我的心瞬间揪紧。老师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有小朋友嘲笑他没有爸爸，孩子在极度委屈与愤怒之下，一气之下推了对方。我心疼不已，快步走到孩子身边，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轻声安慰道：“宝贝，别难过，爸爸虽然不在我们身边，但妈妈和外公外婆会一直陪着你，给你满满的爱。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可不能因为别人的话就动手哦。”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将头靠在我的肩头。那一刻，我深深意识到，尽管我竭尽全力为孩子撑起一片晴空，可单亲家庭的标签还是会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如同一根尖锐的刺，刺痛他那幼小而
脆弱的心灵。回到家后，我和父母围坐在温馨的客厅里，共同商量如何更好地引导孩子去面对这样的情况。父母的眼神中满是担忧与关切，爸爸神色凝重，语重心长地说：“娇娇，孩子的心理成长至关重要，不容忽视，咱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让他能坚强自信地面对这些。”妈妈在一旁附和道：“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事影响了孩子的性格发展。”我陷入了沉思，脑海中思绪万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多带孩子参加各类亲子活动，让他在充满爱与温暖的环境中，真切地感受到家庭的支持与关怀。同时，我也积极主动地与老师沟通交流，诚恳地希望老师能在学校多给予孩子一些关注与鼓励，帮助他建立起强大的内心世界。日子如潺潺流水般缓缓逝去，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逐渐走出了那次事件的阴影，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开朗。在学校组织的绘画比赛中，他精心创作了一幅画，画面上是我、他还有外公外婆，一家人手牵手在灿烂的阳光下欢笑。老师对这幅画赞赏有加，将其展示在教室的墙壁上。孩子满脸骄傲地指着画对我说：“妈妈，这是我们的家，我最爱你们了。”看着那幅充满童真与爱的画作，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心中满是感动与欣慰。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只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爱与关怀，他就能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茁壮成长。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情感生活。离婚后的日子虽然充实而自由，但每当夜深人静，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孤独感还是会如潮水般悄然袭来，将我淹没。身边的朋友十分关心我的生活，偶尔会热心地为我介绍一些相亲对象。起初，我内心充满了抗拒，那段失败的婚姻如同一场噩梦，让我对新的感情充满了恐惧，害怕再次受到伤害。然而，在朋友耐心的劝说与鼓励下，我逐渐鼓起勇气，决定尝试着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去重新拥抱可能到来的爱情。一次相亲，我精心挑选了一套得体的衣服，用心化了淡妆，怀着忐忑的心情前往约定的餐厅。当我到达时，发现对方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士，穿着整洁的衬衫和西装，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一种优雅的气质，谈吐举止十分得体。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轻柔地洒在餐桌上，为整个氛围增添了几分温馨与融洽。在交谈中，我们聊起各自的工作、生活以及兴趣爱好，惊奇地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话题。他对工作有着独特的见解，对生活充满了热爱，那些有趣的经历和想法让我听得津津有味。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生活中另一种美好的可能，那扇因婚姻失败而紧闭的心门似乎又微微开启了一条缝，一丝温暖的阳光悄然透了进来。与此同时，关于张伟毅那边的消息也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中。听说他在工作上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一蹶不振。由于之前他出轨以及家庭纠纷等负面事件的影响，在公司里备受同事的排挤和领导的冷落。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最终选择了主动辞职。离开公司后，他试图通过创业来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资金支持，创业项目很快就宣告失败。他的父母也因为家庭的种种变故，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大不如前。曾经那个在我面前嚣张跋扈、颐指气使的婆婆，
如今在小区里遇到熟人时，也只是低着头匆匆走过，眼神中充满了落寞与无奈。听到这些消息，我心中没有一丝幸灾乐祸的感觉，反而更多的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曾经那些激烈的恩恩怨怨，在时光的无情冲刷下，都已渐渐远去，如同过眼云烟般消散。在一次公司精心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中，我有幸结识了一位资深的行业前辈。他在行业内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交流过程中，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和职业规划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辞中充满了肯定与赞赏。同时，他还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给我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那些话语犹如一盏明灯，为我照亮了未来事业发展的道路，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他的鼓励下，我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决定筹备一个全新的项目，旨在开拓公司在新兴市场的业务。这个项目充满了未知的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如同一片未经开垦的肥沃土地，等待着我们去耕耘，去收获。我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其中，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最初的市场调研开始，我们深入各个角落，收集海量的数据，分析市场的需求和趋势，到后来的方案策划，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的推敲和打磨，力求做到尽善尽美。然而，项目推进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诸多困难如一座座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资金紧张的问题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项目的进展。复杂的技术难题让团队成员们绞尽脑汁，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与探索。激烈的市场竞争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竞争对手们如同凶猛的野兽，时刻觊觎着这片新兴市场。团队成员们的脸上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疲惫与焦虑。我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己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和项目的走向。于是，我迅速组织团队召开会议，站在会议室的前方，目光坚定地看着每一位成员，鼓舞士气道：“大家辛苦了。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了重重困难，但请相信，这也是我们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宝贵契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克服不了的。”在我的鼓励下，团队成员们的眼神中重新燃起了斗志，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全力以赴，共同攻克难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四处奔波，寻找投资。我陪着团队成员们，一家一家的拜访潜在的投资人，详细的向他们介绍项目的前景和优势，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每一次谈判都充满了挑战，投资人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我们给出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在与技术团队的沟通中，我们反复研讨，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路，力求攻克那些棘手的技术难题。同时，我们还对市场策略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优化，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方向。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与拼搏，我们终于迎来了项目关键的节点——产品上线。发布会那天，现场布置得格外隆重，气氛热烈非凡，各界人士纷纷应邀到场，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期待。当我们的产品在大屏幕上惊艳展示时，台下顿时响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所有的努力与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最完美的回报。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极大地提升了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也让我在行业内声名鹊起，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随着时间的悄然推移，我和孩子的生活愈发安稳幸福。孩子在学校里表现优异，成绩名列前茅，性格也愈发开朗乐观，还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积极参与、充满活力的身影。而我在事业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每一次挑战都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同时，我也在慢慢地探索着新的情感生活，与那位相亲认识的男士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交往，我们的关系在相处中逐渐升温。回首那段痛苦不堪的婚姻，我心中不再有悲伤或愤怒，它更像是一场狂风暴雨，虽然曾经无情地将我击打得遍体鳞伤，但也让我在风雨的洗礼中学会了坚强与成长。如今，我满怀憧憬与期待，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上，迈着坚定的步伐，大步向前走去。因为我坚信，生活的美好永远在前方等待着我去发现、去拥抱。未来的日子或许还会有风雨，但我已无所畏惧，因为我拥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